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宇宙在当下想要给你们的指引，宇宙在当下需要你们知道的信息。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圣杯2，你们可能现在正在说服自己做出一个很大的选择和挑战，而且呢，这个选择的周期大概是在1到3年左右。黑色的圣杯和白色的圣杯代表的是你们现在还在为这个选择而纠结，因为你们不确定要不要摆脱现在的这种状态。白色的圣杯它代表的是创新，而黑色的圣杯代表的是守旧。就是之所以纠结于这两个选择，也是因为你们可能一定程度上害怕失去吧。就是说你们现在的纠结其实本质上还是在努力上进和安于现状之间纠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要把生活当成是一种体验而非目的。你们把自己的生活如果当成是一种目的的话，那么你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权衡利弊，想要在每一个选择当中都分出一个高下。但是实际上选择本身并没有高下，只有适合你们的选择和不适合你们的选择。如果你们把生活当成是一种体验，那么你们就不会过分的在意那些得失和利弊啊，你们会跟着自己的心走，就像牌面当中的这个隐士一样，手里的这盏灯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声音和渴望，它会给到你们指引。安于现状和努力上进，这两种状态都没有错，取决于你们想要的是哪种生活。而且你们需要明白，事物与事物之间都有其运行规律啊。当你们想要得到一种生活的时候，那么你们就必须要放弃到另一种生活。所以说这个artist 呢，这张牌也是你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们容易一开始目标定得太大，然后随之而来的是能力跟不上自己的欲望。在事情推进的过程当中，知道和做到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要逾越，所以说你们一开始容易对事情有着太美好的期待和想象，那这个时候你们的期待过高，就难免会失望啊，无论在爱情还是个人发展上面。所以说抽到这张牌，你们可能要适当的调低自己的预期啊，因为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事情的发展肯定会反复的拉扯。当事情呢发展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它会在一个关口反复的磨砺啊，这都是很正常的。当你们调低预期，才能够以一个更踏实的心态去面对你们在接下来所必须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所以说这个圣杯9就是宇宙想要通过这张牌告诉你们，你们在接下来会收获到的一些荣誉和赞美啊。圣杯9每一个圣杯都是你们用辛苦和汗水换来的啊，一分耕耘则有一分收获，这是你们所应得的，也是你们一点点所积累换来的，就是通过自己的习惯和积累啊换取的回报。而我们抽到的接下来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呢，首先第一张牌就是第6宫啊 ，Sixth House Routine， 一种安稳的日常啊，就是说你们当下你们的幸福的生活，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靠这种时不时的惊喜来维系的，而是需要你们感受安稳日常的珍贵，然后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就有着一些琐碎的幸福感，能够让你们去体验。如果当下没有坏消息，那么就是最好的消息，因为安稳的日常也是一种珍贵的幸福啊。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身在福中不知福。那第2张牌呢是天王星乌拉诺斯带来的一种创造力啊，这张牌也是你们能够获得幸福的关键，因为改变的秘诀是你们集中所有的能力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那这张牌也是宇宙要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在某个领域可能有着一些你们没有看到的天赋和能力，而这些天赋和能力他们正在闪闪发光。所以说在生活当中，你们要留意自己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份独特的爱好，这都和你们的能力和天赋有关，也和你们未来的这种 life's purpose 人生的意义有关。
那么这张牌呢，就是这张牌其实是和你们当下的状态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真正让你们感到焦虑的并不是忙也不是累，而是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自己并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或者说特别想爱的人，就是你们明知道自己该努力，但是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努力，所以说更多的就是这种自我消耗，还有浑浑噩噩的迷茫带来的心累啊，这种状态是最能摧毁你们的意志的。但是这并不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普遍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当中，因为我们在达到自己目标的过程当中，就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浑浑噩噩，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但是你们也要相信啊，关于那个你们所期待的未来，在那个未来当中有你们所热爱的一切，而那个未来也一定是温暖且光明的。所以说你们生活的意义现在就藏在你们每天努力工作和学习的日常当中啊！不要向外寻找和索取，而要向内看。而第4张牌呢是 Pisces I Believe， 这张牌是一种理想主义啊，就是我相信你们的境况会随着你们内心的改变而改变，你们要相信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一切又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这个时候你们所相信的就是你们即将要体验到的，所以说请一定要相信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和幸福，也一定要相信啊，幸福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在你们的身边。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首先呢，第2组牌的第1张牌宝剑5，你们现在可能正在思考什么，正在沉思，可能是关于自己的未来，关于自己的人生，又或者是正在复盘自己的过去。那可以看到现在的你们很安静，很沉默，也很低调，这种独处和沉思是你们重新获得能量的方式啊！你们可能现在更多的回归到了自我上面，因为可能和外部世界建立连接的过程会消耗你们的能量啊，这也是你们一个即将做出改变的前兆。那么这张宝剑3呢，我们可以看到，你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摆脱一些令你们感到不如意的事情对你们的影响。可能说这个宝剑3的逆位的话，是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坚持到最后，浅尝辄止，半途而废啊！但是其实只有经历失望才能真正的成长。宇宙想要告诉你们，有一些事情你们没有坚持下来，或者说半途而废，或者说结果不及预期，它的本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实你们在当下还没有做好准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用太严格的去苛责自己，因为你们要明白的一点就是，你们可以输很多次，但是只要赢一次就够了。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女皇牌呢，它其实对应的是一种很丰盛的能量，就是能够帮助你们吸引到一些机会和资源。而且呢，如果说你们在当下可能有的事情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时候，那么女皇牌的出现就代表的是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会出现一些转机。而且呢，女皇牌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象征啊，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能够为你们带来好运的塔罗牌啊，也是当下宇宙想要给你们的指引，就是你们在接下来是会收获到一些美好的。所以说请再努力一下，为了你们想见的人、想做的事、想成为的自己。那么第4张牌是星币3，当你们就是说遇到一些问题，或者说陷入到困境的时候，不妨去寻求一些帮助，整合你们外部的资源。在向外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得到一些指引和建议啊。所以说这张牌告诉你们，不要隐藏自己，而是要走入到人群当中，走入到聚光灯的中心点啊，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所以说这张牌是带给你们的一种人际关系上的建议啊。它不仅仅是向外寻求帮助，它也在告诉你们，如果说有一些人让你们感到不舒服的话，你们应该离他们越远越好啊！不要强迫自己，不要勉强自己和不适合的人待在一起。人际关系
是用来取悦你们自己的。当某段关系不适合你们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就会拒绝它，并且试图以不同的方式来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感觉到不对劲，那就放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几张占星神谕卡呢，也是宇宙带给你们的指引啊。第一张牌就是 Capricorn I use 它带来的是一种很扎实的能量，一点点的积累量变会发生质变。这张牌也是在提醒你们，当天的事情要当天完成，不要拖延，即使再情绪化也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因为明天有明天的事情要做。坏的习惯要一点点的改，好的习惯也要一点点养成，保留好的能量，去过滤掉那些不好的思维和习惯，你们的生活就会一点点好起来。第二张牌呢是 Pluto Transformation， 冥王星它带来的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当然这个转变它不是一瞬之间完成的，有的时候你们可能想要极力的做出改变，但是又感觉到有心无力因为你们太想要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了。所以说这组牌因为我们抽到的这个摩羯座，它有着很强的这种土象能量，就是说你们所有的事情和改变都是在一点一滴当中慢慢的积累和完成的，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和空间很多问题不是熬一两个通宵不吃不喝就能够解决掉的。那么第三张牌呢，土星回归它其实对应的是土星每过28年它就会回归一次，也就是说你们在28岁的时候，你们的人生会出现一个极大的转折可能会彻底的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可能是你们在28岁的时候会结婚，或者说28岁的时候事业上的发展会突破一个瓶颈期，在28岁的时候迎来一个顶峰那么这个指引的话并不是告诉你们就是说非要把就是问题和事情都放到28岁解决，因为28岁它是一个爆发点。当然如果在这个漫长美好的一生当中，如果你们提前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无论你们决定何时再次开始都不算晚。那么第四张牌呢是South Node Life Stats， 就是说南焦点它带来的是一种人生的业力。那么这种业力就是你们现在承担的压力太大会让你们丧失在感受当下美好的能力就是说你们可能要让自己从一些事情当中解脱出来。那我们可以把事情浪费在自己喜欢的，我们可以把时间浪费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困在讨厌的生活方式当中如果你们感觉到压力过大，那么你们就要暂时的休息一下，或者说换一种方式去生活。有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落后而产生到巨大的焦虑，所以说在一些事情上面会推进过快，用力过猛，这个时候你们的生活可能会留下一些潜在的隐患和矛盾，所以说要一点点的来如果说你们能够做到当天的事情就能够当天的完成，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结果了。而这个 life stats 呢就是说人生的业力呢，它也会牵扯到一些金钱方面的这种能量就是说它意味的是一种金钱的负债。你们可能会因为在金钱这个课题上没有管理好自己的欲望，会有大手大脚的习惯会导致你们背负一些这种负债。那这种金钱上的负债就会形成业力来影响你们的判断力和行动力，所以说要注意在金钱的这个课题上开源节流。如果你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非常难熬的阶段，你们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身上背负着很大的期待和压力。当你们感觉到生活无法掌控，也无法按照你们的预期推进的时候，那不妨就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一切也都会过去。总有一天你们可以笑着讲述那些曾经令你们悲伤的瞬间和那一段难以想象的孤独的旅程，那这些都是对你们成长的一种邀请。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第一张牌就是星币二。星币二它其实代表的是，它象征的指引是努力的追寻一种平衡。因为牌面当中的两颗星币那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说明你们的生活可能现在有一点失去控制和平衡。你们现在需要去找到一个令你们感到舒服的平衡点。
那么牌面当中的这2颗星币不在同一个位置，意味的是你们现在有一点顾此失彼，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另一件事情的变化，或者说错过了一些时机。那本质上可能还是因为你们走得太快了，没有办法把注意力分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你们慢下来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有足够的时间去照顾好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你们走得太快，就会和很多的事情和细节擦肩而过。而且星币2的这种失衡呢，它可能也是你们内在感受与外部现实之间的失衡啊。你们可能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进退两难，你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也无法找到一个地方能够让你们停下脚来啊。这个时候情绪就会有一些反复。你们想要应付这种内在的情绪变化啊，外部的生活又要求你们拿出100%的活力和热情，这个时候你们就会感到身心俱疲，甚至是麻木。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当你们在原地踏步的时候，你们就会有一点想要放弃，或者说处于一种半放弃的状态，用麻木去应对你们周遭发生的变化。其实我们在心态上面的话，对于那些可控的事情应该保持谨慎，但是对于不可控的事情，我们要保持乐观，因为我们只能够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内能做到的那些事情。当你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们的心态就会重新变得乐观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其实在另一个层面和自己和解了，你们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那我们抽到的第2张牌权杖1啊，这张牌是宇宙告诉你们，你们在接下来会得到一个好消息，或者说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你们主动抓住的，并且权杖1的这个机会，它能够把你们带到一个更大的世界当中。那么第3张牌呢，是这个魔术师啊。魔术师是一种很坚固的生命能量啊，它能够，就是说你们内心当中拥有的这种很强烈的能量，是能够快速的推动事情发展。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认同，你们可以理解成为是你们内心当中那个很骄傲的自我显化到了这张牌面上。所以说在这组牌面上，我是能够看到你们自身的话，其实也是一个这种矛盾的综合体啊，同时有骄傲和自卑。你们的自卑能够让你们看清楚自己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能够发自内心的尊重别人。而魔术师呢，它对应的是你们的这种骄傲，能够让你们拥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时刻坚守自己的底线。而且呢，你们内心当中那个非常坚定的自我啊，是真的相信你们可以在未来拥抱自己的梦想的。所以说这张牌就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要赞美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啊，不要吝啬对自己的认可和褒奖。而且呢，魔术师他展现出来的这种巨大的生命能量啊，就是说与其被动的等待改变发生，不如主动的做出改变。所以说这个魔术师他是有着很强的主观能动性的。而且呢，第4张牌死亡牌，死亡牌代表的是一个阶段的结束。等你们隐约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某个阶段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一些过去的回忆会涌上心头啊。而且死亡牌也意味的是，它意味的是一种死亡的对立面是重生，意味的是离你远去的那些人，他们会不断的出现在你的回忆甚至是梦境当中啊。这些来自过去的人和事都是在提醒你们，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人生啊生命当中的新的纪元。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全心全意的默默地做着那些对我们来说目前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事情，即使身处低谷，我们也能努力地开出花来。而我们接下来抽到的这4张占星神谕卡，第1张牌就是水元素带来的 sensing 啊，一种感知能力。你们的这种感知能力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情绪啊，会让你们很多愁善感，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自己被这种情绪上的无力感和焦虑感所追逐。所以说你们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委屈说不上来，但是呢，说出来可能又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小事会让你们整个人在情绪上感到很压抑。而我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Black Moon Lilith 黑月莉莉丝啊，它是一种 misery 啊，就是人生本来就像迷宫一样，一个谜题还没有解开啊，一些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所以说你们依然有机会，也依然有时间和空间去改变那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未来。
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从一个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不断成长的。在当下的这个时空当中呢，乾坤未定啊，你我皆有可能成为那匹黑马。而第3张牌呢是 Aries AM， 就是白羊座带来的也是，就是说和这个魔术师这2张牌它其实是相呼应的，因为白羊座它是一种很强烈的自我，一种不屈服不妥协的能量，会快速的完成一个这种能量的清理啊，负面能量的清理和清扫。而且白羊座它是有一种直来直去的能量的，你们会直接的快速的去表达你们的意图和想法，然后快刀斩乱麻。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极大的减少内耗，提高自己的这种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第4张牌呢是这个处女座啊，你们在当下可能要关注到一些事情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了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啊，这些细节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可能你们近期还会涉及到一个这种合作的签署啊、谈判啊，或者说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啊，在准备一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看似很不起眼的一些犯过的错误啊，或者说出现的问题，你们都要注意啊，这都会影响最终的成败。而且呢，抽到这张处女座的话，你们也是这种对自身有很高的要求的，很典型的完美主义啊，也是焦虑体质。当事情的发展不及预期的时候，你们就会焦虑。所以说抽到这张牌的话，你们是很容易钻牛角尖的，你们会很容易困在某件事情里，或者说困在某个失败里边，没有办法彻底的走出来。那么这张牌的出现也是宇宙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说你们现在需要修炼一种能力，那就是对待一些事情的钝感力啊。这种钝感力是能够让你们迅速忘掉不愉快的事情。当你们认定目标的时候，你们会降低自己的心理预期，但是你们不会轻易的被失败所打倒啊，你们依然能够坦然的面对一些流言蜚语，还有一些身边不一样的声音对你们的影响。只要你们能够拥有这种心态，你们几乎就是不可战胜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